大家好，这边是 T1 Studio for Revit。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怎么样快速的入门 DIM 在 Revit 上面的应用。很多人其实会对这件事情产生大的存疑，他会不敢进去，他会觉得这件事情进入之后会不会产生很多后续的问题？到底一开始有多么的困难？那当然，我们还是要避免说让大家看看它其实呈现的效果是可以从日光走到里面去看到不同的你的这个成果的。对于这种成果呢，我们可以很有效的去呈现出我们要给我们的屋主看到的所有的细节，而且我们也可以让它在里面游走空间的变动。这种变动呢，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有效果的去帮助我们跟屋主产生一个共同的连通，而且它在变动的时候，其实是跟你的图说一起联动。我们等会就来开始跟大家示范怎么样做出一个基本的基地模型，并且我们会开我们这个档案来跟大家说明说我们后面怎么把它画出来。我们来开始。第一个主轴呢，就是我们要去面对说，你的图说要怎么去分类。第二个主轴是你模型要处理哪些部分。第三个主轴是你要呈现出来给你的屋主看到的东西是哪些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开启一个新档案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单纯。第一个就是你需要去设定你的高层。那这个高层呢，你必须要去面对说，我的楼层是怎么样？譬如说，我现在楼层，我今天是14楼，那么我就输入14楼，那这边就直接输入15楼就好，千万不要特别去觉得说我要特别用像建筑的方法去特别要怎么样处理。那当然高度你可以直接设定，这是最快的。那很多人呢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我要不要用 CAD 档进来啊？譬如说，我们现在开一个简单的模型，我们将这个原来的 CAD 码抓进来。但其实，在做 CAD 档之前，你也可以考虑说，我用 JPG 去处理，你不一定要用 CAD。也就是说，你用 JPG 处理，其实它有 JPG 的一些好处它可以直接在这边做操作，你就不用被 CAD 给绑住。当然，你要用 CAD 也是可以的，只是要看你要做什么动作哈。那举例来说，像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是现场测量完的，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很单纯了，我要去理解一下这个基本的这个墙的尺寸怎么样我们如果有量的话了那如果抓 CAD 进来会发生什么事？直接拖一进来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CAD。你可以看到，如果它今天基本上单独抓进来的时候，你要看，它的尺寸是有的。假设我抓只有15公分，直接去设定这个15公分它真的是15公分所以，如果你尺寸看一下，你的单位是真的是公分的话，就没问题。OK， 好，所以这个进来的 CAD 档是对的。那你当然你可以直接处理像这个15公分嘛，你就这边直接量，一个15公分的尺寸，然后当这个图说点这个放大缩小，从这个点缩回到这个位置，基本上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直接做处理，它是两个是一样的道理。OK， 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高层跟图说的分布了所以你要去理解说，我们在这个图说的时候，它会有哪些事情？譬如说，我们来看这个案例，这个图呢，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前置作业的这个图说，所以它会有一个情绪透视图索引图之类的这个内容。透过这个方式可以去看到这个整个的空间大概有哪些事要注意。那我们来回到刚刚的这个案子，全新的案子来看，跟大家讲第一个，各位注意，第一个事情就是把这个字你要先复制，然后将这个图说拿这个平面图说。好，那我们分类它一下，我们将它分类一个叫做平面图说。输出，好，像这样，它就会跑到平面图说去。也就是说，这张图说呢，它是确定的。那我们透过这个截图的这个范围让它可以确保它是知道它在中间区域的，然后并且把它裁剪视图。所以这个东西你的图说就会出现。那当然，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下墙了墙这个事情呢，特别要注意你在命名的时候呢，一定要给自己做一个好的命名。你有做好命名，基本上你的这个画图就会方便很多，而且它还联动。如果你没做这件事情，它就无法联动。那我们复制一个，比如说我们名称在前面，假设一下。那这个是 RC 嘛给它一个斜线。那这个是墙面，它15公分，刚刚都知道15公分了。
那这边里面呢，因为你已经设了名字了，你可以 copy paste 一下到这边来，去新建一个简单的名字，像这样。好，那你找到之后，将这个内容呢，一样 copy paste 一下，帮助你去分类一下你的内容，然后这边去找一下你要的材料。这样，蛮确定。某种程度来说，我现在用的是这个原来的那个图片档，可以直接这样拉过来，好，直接拉过来，它其实不会很障碍，很快的，你直接拉动，你不一定觉得说，我非要一定要点线不可啊。事实上，一个建筑物在室内设计上，它并没有复杂到非常夸张，它其实是可以快速的将你的这个事情带出来的。我们现在就来设定一下看看哈。当然，你看我现在做的时候，可能多少会有点尺寸上的变动，这跟你直接量尺寸有关系啊。如果你今天是用量尺寸的，当然就比较容易一点。如果今天是用这种绘图的，等一下再稍微调整一下它的距离，也有可能它会歪掉。好，你看像这个地方，我们要调整一下，让它距离可以调整。有可能我们给的图是歪的，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是垂直水平的，所以对这个图说来说，你可能要特别用现场的角度去做测量。但是你看，基本上我绕完一圈之后，开一下 3D， 你的这个基本的图说啊，绕一圈就有了。好，那当然这个会跟你做前置作有关系哈。我们刚刚是用了墙去做处理嘛。事实上，如果你可以的话，你一开始做楼板可能更方便一点啊。譬如说我用楼板我去画这个线，画线我想对大家来讲是比较能够体会的啊，因为画线它就是我们在所有的 CAD 里面或者 SketchUp 里面最容易出现的一个最基本的前置作业啊。比如说我就先把这些东西抓住了，因为这边有外墙，我先不拉这个事情。好，那这里还有它所谓的阳台。好，那一样道理，因为我们刚刚这个有这个楼板嘛，那你就一样给自己设一个楼板。假设预设也是15公分了哈，然后把这个 copy 起来。你看到这边有 RC 嘛，对不对？那你就新增一个，把它变成是楼板。OK， 那楼板这边你就选择一下这插的材料，这都是原预设的内容哈，我们就快速的将它给带出来。这样子 ，OK， 所以你这样完成之后，某种程度来说，你这边这个楼层就已经有这个楼板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建起一个基本的前置作业其实并不难啊。那过来就是柱子了，柱子这件事情在这个案子并没有很复杂，那我们就选一下柱子，然后选择一下混凝土柱，啊，基本上它会有尺寸嘛。那这个尺寸我们可以透过细部线先大概勾勒一下，看看它有多大的尺寸，可以先抓。你可以先用这个线把它装起来。你等会在测量的时候会方便很多。把这几个都带起来。好，那因为你画这个，你就可以做简单的这个测试了哈，所以可以快速的将这个抓出来。比如说 A94×106，这边我就复制一个，一样复制一个哈，94×106，你看这样。我这边就可以将这个尺寸抓出来。那刚刚你不是有做一个这个 RC 楼板嘛？墙可以再复制一个这边柱。这样某种程度来说，你已经有3个不同的这种材料了啊。当然，你这个一定要记得这边就不要出现这个内容，要把它做好。好，你看这根柱子，它就有存在于这个位置。我们来3D看一下。这个，因为我们刚刚选择的是让它往下走哈，再做一次哦。它预测都是往下走，你看这边深度，你要往高度走，然后直接让它到你的这个楼层，按一下空白键去移动它一下。你看这边这个柱子就好了。也就是说，在前置作业上面呢，你要做的这个事情其实相当快速的。那接下来就是做一下基本的室内墙比较薄嘛，你看这边我直接复制一个，变12公分。你就看到这边有很快的12公分可以处理。好，那这样你看，这12公分就可以带起来。
快速的将你这个基本的隔间处理好。那像这个，它就会带到这边来，这是厕所，变15公分的。这里面这个看起来是12比较薄。拉动一下，还有管道间。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在画这个图说的时候，它其实应该是可以非常快速的帮助你去解决一些你现在手上的一些图说的内容。当然，这个尺寸的对立跟你去现场测量有直接关系啊。你不要说你不去测，然后这个想要叫他帮你做什么事情，其实有时候比较难，你还是要去测真实的状态。像这样，那你看，基本上在这个案子里头呢，它基本的空间就已经完成了。那我们3D 一样复制一个。可以看到这个基本的前置作业就完成。好，那你这个看起来呢，我们处理这个内容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已经有一个前置作业的基本模型。那在这个平面图中呢，我们就可以把这张图形再拿掉，把它已经不需要。你看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前置作业。当然这边还有几根柱子，你要处理一下这个柱子的关系。但这柱子其实在这个案子里头，它在外面，所以影响是比较小一点点。把这个柱子给带过来，我觉得它尺寸不太相同，所以我们其实还要再做一下尺寸的变动。但是在这个地方来，你可以看到，这样它就已经有基本的事情。那我们过来再来解决一下门窗。像这个地方，这里有门，这个是比较大的门，它现在预设90、210嘛，我们就复制一个110、210的。把尺寸抓大，看到这边就会出现这个内容。那这边有比较小的厕所的，带动一下比较大的门片。OK， 像这个也是有一个门片在这边。好，那我们把这个门打开，这边有另外一个门。OK， 那我们再来画一下 3D 定角图，你看基本的门就已经出来了。所以对于做一个前置作业的空间模型是很快的它其实根本不会花你太多时间。那有这个前提，你再去做后续的这个空间的配置就会方便很多。那我们除了这样看之外，我们回来看看我们这个档案可以看到，在完成这个事情之后，它其实要做了几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做一点简单的柜体，我们要放一些我们重要的家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刚那个模型，这个基地如果完成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先看看它的剖面透视图说。找一下它整个的空间切割之后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内容。你看在一个空间被完成之后，它就会出现像这样的结果你可以把你的模型该有的这种事情把它分类好，那柜体它把它分类好，那它的这个图说就可以慢慢的去呈现出来。同时间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是各个图说，比如说我们基本的图说要怎么样去分类，那在不同的图说当中，它会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去呈现。到施工图的时候，它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说像我们整个施工图清单，然后到设计的分区图、说明图、室内平面图、现况图包括我们这个现况图的旁边还有拆除图，拆除图还可以看到这个图哪边是被拆了，哪边是做什么事情，然后室内隔墙有哪些分类，它其实是要一张一张去做处理的。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在做变动的时候，它其实是联动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加入课程的每个同学呢，你大概理解这个逻辑之后，你在画图的时候，你就不会是用在传统的那种建模的模式去想。你在做的事情是，你知道你所做的这个内容，它是真实的会去联动的，那你就不用太担心说你画的图是浪费手工。OK， 好，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的话留言跟我讨论，我可以去跟大家多讲一些重点，谢谢。